习近平执政进入第3期后，不但没有实现全面稳定，反而陷入一场由集权失衡、内斗加剧与国际压力共同推动的深层危机。中共政坛目前呈现出派系相争加影子权力操控的格局，正将中国推向一个危险而剧烈的转型期。今天我们带你深入揭开这个越来越扑朔迷离的政坛局面。您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真。过去，习近平通过大规模反腐与派系清洗，先后铲除江派、团派与红二代，成功缔造了一个空前集权的浙江新军体制。但就在20大后，他亲手培植的政治班底却出现裂痕，内部分化为福建帮与浙江帮两大山头，开始争权夺利。福建帮由中办主任蔡奇主导，掌控党务与公安大权，积极塑造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强化意识形态控制。核心成员包括副总理何立峰和公安部长王小洪。自媒体时政评论人吴建民指出，蔡奇的地位堪比毛泽东时代的汪东兴。蔡奇兼任中办主任的安排，显示习近平对他的高度信任。蔡奇通过高调吹捧习近平思想，要求全党入脑、入心、入魂，巩固自身地位，并试图在内斗中压倒浙江帮。当然，在习近平遭到权力危机后，蔡奇多次缺席陪同习近平出席重要活动，也被解读为试图再与习做冷处理，甚至投靠张又侠。日前有传闻说，蔡奇可能被上海书记陈吉宁取代，显示蔡的地位并非稳如泰山。浙江帮以总理李强为首，核心成员包括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以及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他们采取低调退让策略，不正面冲突，但却暗中蓄力，实质是为争夺未来接班人位置与关键岗位控制权。福建帮和浙江帮内斗的局面，使得整个习近平的浙江新军集团陷入严重消耗。与此同时，一股外界意想不到的力量在20大后迅速崛起，那就是以彭丽媛为精神象征的山东帮。这个派系并不仅仅依托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更通过长期在军队、组织系统与地方政坛的布局，完成了对中共政权多个关键层面的渗透。在中央，在20大205名中央委员中，山东籍委员高达32人，位居全国第一。曾经的山东籍中组部长李干杰执掌人事大权，直接决定省部级高官的去留。尽管李干杰现在已被石泰峰取代，打破了山东帮对人事权的控制。在军方，山东籍4大上将，国防部长董军、火箭军政委徐锡胜、海军司令胡忠明以及武警司令王春宁，掌控了3大重要战略命脉。在地方，包括新疆书记马兴瑞、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在内的8位省委书记出身山东，形成以北京、新疆、西藏、江苏、湖北、内蒙古和宁夏为核心的政治版图。山东帮更有王沪宁和李鸿忠这2个政治老手作为太师爷，在背后出谋划策，提供理论支撑与舆论引导。然而近期马兴瑞被免职，许其亮暴病身亡，及中央军委调查李克强致死等事件，使山东帮面临风险。山东帮的快速崛起，使他几乎与浙江新军平起平坐。而这帮派系博弈的背景下，一个更具深远影响的现象也在悄然发生，那就是一个被外界称为影子中央的新权力机构正式运作。该机构名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于6月30号政治局会议上成立，却未出现在任何官媒报道中。据悉，该机构实际上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部分职能，掌管党政军特务4大领域，每个系统有1人分管，但具体人选尚未公开。这个影子权力机构成为中共维持统治的幕后司令部，被外界认为是削弱习近平一人专制、权力独大的各派平衡结果。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治下几乎被彻底边缘化的团派在努力寻找复苏的机会。近期传言显示，团派明星陆浩可能复出，接替黄坤明出任广东省委书记。陆浩作为李克强的师弟，曾被视为团派接班人，却在习近平上台后
被调至边缘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时评人李大宇认为，若非习近平当政，陆浩早已进入政治局常委。如果陆浩真的上任广东，将是团派重返政治舞台的重大信号。陆浩的学术背景与早期在清河毛纺织厂扭亏为盈的政绩，使他成为团派少有的高智商人才。他的复出会为团派注入新活力。而另一股技术官僚新势力，以清华系出身的上海书记陈吉宁为代表，也在政治层面积累了影响力。陈吉宁兼具学术背景与危机应对经验，虽无明显的派系背景，但在中国内向淘汰的官场常态中，他能否靠中型技术官僚角色破圈上位，仍需观察。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内斗还正受到国际压力与系统性腐败危机的多重催化。近日，对中共前外长秦刚有了新爆料。外媒政客和《华尔街日报》均引述匿名消息称，自2023年6月失踪的秦刚，或因泄密中国核机密，被中共高层秘密审查过程中非正常离世。有自媒体爆料称，秦刚在隔离审查中遭受坐飞机、黑白无常等折磨，无力承受而身亡。坐飞机是指反绑双手并强行压头绕圈行走，黑白无常则是通过强光与黑暗交替逼迫精神崩溃。这类审讯手段被指自王岐山主掌中纪委后成为常规手段。官方长期对秦刚事件三缄其口，仅以身体原因回应。2023年下半年开始，流出秦刚涉婚外情并在美国育有私生子的传闻，牵涉凤凰卫视主持人傅小田。他还被指与火箭军高层关系密切，涉嫌泄露国家安全信息给西方情报机构。尽管传言不断，去年7月3中全会才正式宣布秦刚辞任中央委员，但仍称其为同志，被解读为给予体面结局，避免刑责。目前秦刚真实下落仍属最高机密，成为中共近年来最神秘的高层人物蒸发案之一。案情更揭示了中共内部整肃的极度恐惧。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访华被外界解读为对中共外交官泄露对俄不利文件兴师问罪。美国和西方也仍在施压，再加上国内豆腐渣基础设施广泛存在质量隐患，随时可能成为压垮体制的灰犀牛。习近平表面仍在台面上，但背后实际上已受制于影子中央，重新布局接班与体制维稳。总结来看，中共当前政局已陷入派系相争、暗中控权、内外交困的复合危机结构。浙江新军内部分裂，广东帮权限扩张，技术官僚与团派伺机而动，表面秩序之下是持续动荡的权力暗流。一个未公开的影子中央正在悄然掌控实际政务。这场结构性权斗与制度性崩塌，是否会在未来引发更大规模的权力更替或系统性危机，值得我们持续关注。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